好，持續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戰事。川普撂下狠話，他說他1小時就有能力可以炸爛德黑蘭、炸爛伊朗哦。德黑蘭在這個時候只是怒嗆說：“你別痴心妄想。”另外呢，現在被這個衛星給拍到說呢，伊朗正在就他的核設施加固，難道要準備再戰嗎？荷姆茲海峽的部分還有紅海現在也是在雙線開火。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做分享。如果您認為說這個德黑蘭的動作，他現在正在加固這個核設施，是準備在跟美國戰，那麼如果您認為是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伊的戰事會趨向平穩，那麼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好，這一場美伊戰事，我們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川普在這個時候放話說，他有能力可以1小時炸毀伊朗，那伊朗則是全面的反擊。我們剛剛說他在加固他的核設施，難道美伊會有下一場戰爭要進入倒數嗎？第二件事情，荷姆茲海峽遭到爆發攻擊之後，沒有想到，紅海現在也爆發了攻擊行動哦，這個是伊朗在封鎖所有的能源命脈，向全球航運發出最後的警告嗎？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如果荷姆茲海峽真的失控，美軍能否付出代價來打通這一條重要的全球能源的生命線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來關心到是美伊停火沒有多久哦，戰火是不是又要點燃？原因是因為川普又在嗆聲。6日，他對媒體說，我們來看到他說什麼？他說呢，美國要麼你就跟伊朗達成協議，要麼就完成任務。美國還是非常強的。他說，我們可以在1個小時之內摧毀所有伊朗的橋樑，也可以摧毀伊朗的能源上面的供應。結果伊朗是立刻反嗆川普，說他妄想。他說呢，這個如果你要談，就好好的談，不然呢，我們就會跟你奉陪到底哦。再來就是關鍵了，現在伊朗的內部哦，這個對於政府的支持力道正在大幅的提升，因為看到了最高領袖的遺體呢被抬到了這個什葉派的聖城科姆的時候，支持者呢是一路的高喊要這個美國反對美國，甚至他們還說我們要拿下川普的人頭等等的話，大大激起了復仇的一個言論哦。再來呢，來自於美國的智庫所公布的一個最新衛星影像，發現在伊朗的這個核設施有2個地方，第一個是十字號山，第2個地方是在它的另外一個山呢，都被發現在福爾多這邊都被發現有這個施工啊，還有這個車輛進出的一個跡象。難道現在伊朗是在積極應對美軍可能奪濃縮鈾的這個潛在行動嗎？那就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伊朗的這個行動，就是他加固他的核設施的意思是什麼？再來，美伊11日會在舉行的下一輪談判，川普是真的想要打，還是他在為談判增加籌碼？幹哥怎麼看？川普打不動了啦。好，我跟各位講，中情局啊，他們特別注意這6天。這6天是哪6天？就是你知道，哈米尼的遺體啊，你看隔了這麼久，他正式進行國葬的典禮。他從德黑蘭要運到科姆，那這一段路途當中，有多少人夾道去送葬？這很重要。為什麼？代表你美國跟那個以色列當初打擊伊朗，發射了1萬多枚飛彈。我希望你們國內變成實質的變動，實質的政權解體，就算不解體，也要發生革命。這是最大的那個盤算，結果完全沒有。所以這6天下來，如果伊朗的民族情緒，什葉派還是穩穩掌握政權的話，那當初的目的根本沒有達到。為什麼？同仇敵愾還是一樣，對不對？然後現在哈米尼的兒子接班人，對不對？穆吉塔巴他還是一樣做得穩穩的話，那等於當初的打擊都沒有效果。強硬派還是強硬派 ，IRGC 依然存在。所以我問你，川普能夠講什麼？啊，我們就是要完成任務嘛，我們要麼就是達成協議嘛，如果不的話，我就炸他嘛。你現在沒有能力炸了，而且你在國際上的出兵的那個正當性已經完全消失了。坦白講，你完全沒有師出要有名，你現在師出已經無名了，因為你已經打過了，你該殺的人你都殺了。然後你沒有達到你的目的，你現在要再出兵，
你要看他是犯了什麼錯。他如果說今天他在大張旗鼓的去支援那個也門青年運動，或者是大力的再重新武裝真主黨，那個你才會有理由或借口。如果沒有的話，你說我隨時都可以打掉他的橋樑，沒有錯。你有 GBU 57，我們都知道啊。那對於美軍而言的話，那是輕而易舉。可是你出師的名義在哪裡？找不到，不曉得。現在好了，終於我們公布衛星圖像給你看。哎，川普，你可能有辦法從這上面去打他了。什麼東西？納坦茲的核設施又開始重新啟動，只差離心機沒有運進去而已啊。我這個倒是可以想一下哈。如果你真的敢這樣幹的話，那川普終於有口實了嘛。十字鎬山為什麼現在開始挖土機在動啊？為什麼這個核設施的隧道口有施工的那個情況？福爾多也是啊，只剩下伊斯法罕沒有開始動工而已。我坦白告訴各位，這些你已知的核設施不可能停下來，也不可能就此埋起來，它一定要復工。不然他們的核設施就完了。一個國家能夠容許他們建立的20-30年的核子運作設備，它裡面有冷卻系統啊，你叫它就廢掉嗎？不行，它一定要維持。還有電路系統，那些東西，山被你炸了、埋了，我們裡面就都不能夠弄乾淨嗎？不可能。我告訴你，任何主權國家，尤其像伊朗這麼大的國家，他怎麼會容許說因為我們要遵守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規定，所以這些地方我們都因為美國也炸了，我們就廢了、淹埋了，算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會再恢復的。如果川普你拿這個東西當口實去重新再打他的話，也許國際社會還可以思考一下。但如果伊朗沒有很明確的違反這個 IAEA 的規定的話，那我想請問一下，川普你還要打什麼呢？所以這場戰爭真的是白打了。好，所以我們就是接下來要等着說美伊的下一場核談判之前哦，我們看到伊朗用各種的方法繼續的掌握這個它的籌碼。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掌握到的，就是伊朗它持續的在維持它的核設施之外，甚至在加固它的核設施之外，第二張王牌，伊朗的王牌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還不止哦，現在還擴及到了紅海，也變成了它的王牌。那伊朗呢，最近針對只要是通過這個荷姆茲的海峽，沒有經過伊朗准許的話，也會對它開火，其中呢就有2艘商船哦，遭到2枚的飛彈給擊中，重傷哦。所以呢，我們現在也看到呢，有很多的船東現在也開始想辦法說，可不可以用偷渡的方式？他們的方式就是關閉這個自動識別系統 AIS， 然後在夜間悄悄的穿過這個荷姆茲海峽。現在做這種偷渡行動最積極的就是我們要來看到的阿聯哦。所以呢，阿聯呢他就決定說，我乾脆走陸路或者是走紅海好了，就不要去走荷姆茲這一條。結果沒有想到呢，這個阿聯想得到的方法，伊朗也想到了，他就開始對於紅海這邊開火。一艘商船突然間遭到不明的武裝攻擊，被迫發出了求救訊號，等於在中東的2大命脈都被伊朗給掌控。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這來看最近美國跟伊朗的態度哈，又好像大家业務雖然沒有撕破臉，可是基本上情勢緊張。很簡單表示現在這個談判其實並沒有順利的談下去。那沒有談下去當中，其實也包括了整個在這個時間點上。當然，現在還有一個東西比較特殊，因為現在美國對於伊朗有60天的這個臨時許可，就表示這60天當中跟伊朗部分相關的一些原油基本上是可以流動的。好，於是在這裡頭60天，你以為是自由嗎？自由的背後很可能的意義其實是失控的。所以在這60天，虽然对伊朗是有更多的空間，然而伊朗為什麼要對荷姆茲抓得更緊，甚至紅海擴散？因為美國這個東西，你以為是對伊朗好啊？大家來好好談判，其實美國還是有很多的謀略，其實伊朗並不知道。剛剛講，如果你好像伊朗可以自由賣油，然後大家也都同樣波灣地區，大家都自由的賣油，所以這裡頭一旦是這樣子的氛圍的時候，荷姆茲海峽伊朗要掌控的那個東西就消失了，而且可以看到大家現在其實都不遵守規則，所以伊朗為什麼要下重手？所以我認為在看待這件事情，要回到現在美伊談判，我們不能說不順利，但是這裡頭有非常多貓膩的地方。比如說最近我特別關注跟涉及到荷姆茲海峽等等的是什麼呢？不是我們現在看到在這個當中的這些船艦等等，是貝森特。貝森特在6月22號的時候接受 CNBC 的訪問的時候，他
哇，你看他那個表情，他那個志得意滿，強調說伊朗即將重回美元體系。它裡頭強調的東西就是美伊談判現在進行了幾個涉及到錢有關的東西。首先，包括240億美元當中，美國控制制裁伊朗的錢鎖住。貝森特說，美國要求伊朗說，你這些錢呢，不能買做別的用途，你只能買美國的東西。你買美國的東西之後，大豆什麼之類的，而且要在美國的監管之下用這筆錢。比如說，我說你不能買，你也就不能買。除此之外呢，它超過1500億的重建伊朗的錢，基本上也是全部都是以美國跟歐洲，特別是美國當中的企業到伊朗的裡面去幫你重建。這些重建你也只能買伊朗，也就是說這1500億我不是送給你伊朗，你重建是你都要用我美國的企業，而且我美國企業要大搖大擺的進入你伊朗的国土，更不要說後面伊朗的石油的部分，潛台詞的部分就你要用美元交易。要知道呢，伊朗現在雖然不能賣油，它基本上跟人民幣交易就是跟中国交易了已經幾十年了。而且伊朗的暗网，它國際間偷賣的這些油，基本上也是繞開美元的體系。你看，每年至少2000萬桶以上，對不起，一個月2000萬桶以上。所以這樣子的規模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人民幣。所以也就是說，這次美伊談判，你看起來，你以為美國只要停火？更不是，美國要的更多。美國最後要把你控制你伊朗，而且你伊朗最後你只剩跟中國的交易是人民幣，其他你全部賣的油都又回到美元。你看這個當中是真的是釜底抽薪，不只是針對伊朗把你控制住，連你的美元跟中國大陸的幾十年體系，我瞬間把你打碎。所以為了最近的談判當中，為什麼很多東西卡住，大家都有火氣，因為伊朗沒有要買單。人民幣體系是幾十年來它的一個不是替代方案，它的生存之道。我只是為了要眼前的停火，眼前的核武資的利益當中，我就不要了這個人民幣的部分交換，怎麼可能呢？伊朗也不是笨蛋，而且美國要的這些東西，你覺得伊朗來說，特別是他們現在精神領袖能夠接受嗎？好，所以美國提出了許多對於伊朗來說難以接受的這個和談的條件，現在看起來離談判這個和談已經達成，已經越來越遙遠。那接下來怎麼辦？有關於荷姆茲的海峽的問題，美軍能夠自己去掌控嗎？因為其實來自於外媒也特別點出了說，你美國今天要去掌握荷姆茲海峽，其實你是有困難度的，而且這4大點是最難的地方。第一個，伊朗可以持續的用廉價的無人機攻擊你，然後你的成本，你要去攔下來的成本非常的高。第二個，這個雷達雷封鎖站呢，美軍掃雷的能力雖然到現在為止現在看起來還不錯，但是多年來都沒有重大的突破。第三個是美軍呢，美艦一直忙着對空中無人機飛彈的飽和攻擊，但是水下伊朗還可以持續的對美軍產生攻擊。第四個是荷姆茲的海峽地形比較狹隘，方便伊朗不管是它的快艇做攻擊或其他的武器、地下掩體都對伊朗比較有利。那艦長怎麼看？首先我在想，如果你擔心他們會大打的話，我勸你先不要，因為現在所有看的跡象他都不會大打。為什麼他們2個我去形容就是一個小打小鬧，我打你一巴掌，你敲我一個頭，我踢你一腳，你又打我一拳，大概是這樣。如果他們做出2個以下這個事情那就是真的在大打，那就是殺手鐧。第一個，美國如果去轟炸他的那個能源輸出的島叫哈爾克島。如果美國把這個島炸爛了，我現在跟你講，你股票趕快跑，這個是一個不得了的大事，因為他在要伊朗的命。那伊朗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會做什麼？你知不知道？剛剛這個思敏有提到4樣，我跟你講，你只要擔心1樣，水雷，因為其餘的無人機啦、那個底下潛艦的攻擊啦、飛彈快艇啊什麼的，那些東西說停就停。好比說我今天要決定打你，我說不要打了，停，當然就停了。可是水雷一丟對不起，沒完沒了。對，你永遠在那裡。那我舉一個例子，在2次大戰的時候有丟的一個水雷在上次俄烏戰爭的時候還發現了，因為那時候發現的時候我看到報上有登，大家說，哎呀，誰丟了水雷？然後一查是2次大戰的，你就知道它能夠存在多久，除非你把它掃除。那你以為掃除很容易嗎？美國早就想過，在這個荷姆斯海峽是多麼難掃雷。他在2012年的時候9月，有27個國家一起參加這個掃獵雷任務，派了獵雷艦去，在荷姆斯海峽，他丟了29枚的水雷，掃了2個禮拜14天。你知道他們掃了多少？最終的結果是1半不到。我最多告訴你吧，14個。有15個掃不了，你就說他掃雷有多麼的困難。所以如果
這個伊朗說他把他幾千枚水雷布下去，如果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要命了，我丟幾千枚水雷。那第二個，你看听到這消息，你趕快把你股票全部跑掉，那是不得了的大事。至於現在的打來打去的什麼恐嚇你，我炸你，這個那些都是小打小鬧。那至於你在想，美國這麼強大，他為什麼不去把這個伊朗的水雷的威脅給它解除掉呢？或是確保荷姆斯海峽的安全呢？那除非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你想想他地面部隊進入伊朗，你想過嗎？他會死多少人？幾萬人都算低的哦。那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他還想我死幾萬人？我們美國人為什麼要死幾萬人呢？只要問到這個問題就知道，美國不可能動手的。所以到最後現在2個殺手鐧都沒有到，所以它不會發生的。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